五菱宏光是不是改朝换代了？车标换了，车外观也高大上了。这是在喷防晒喷雾吗？这是与库里南相媲美的国产豪车。看画面是车底电池起火，幸亏我买不起啊！这是火龙果开的车吧？胆子也太大了。为了减少损失，把车开到路上。城市最美的人就是外卖小哥，不惧危险用雪球救火，虽然作用不大，但是勇气可嘉。这时电车撞到电线杆后起火，新能源真是太矫情了，热了自燃。撞一下也自燃，摩电车自燃，估计这是消防员正在检查起火原因，再继续自燃，真没朋友了。两位小哥不顾个人安危上前救火，这个时候最容易爆炸的，祝好人一生平安。义父们，你们看看这是不是大吉大利啊？电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太吓人了。这是某个车头起火，你再往车底后轱辘看。小火苗也燃起了，看到没？电车撞到罐车后发生自燃，最关键的是车门还打不开，安全系数真高啊！看车架子你肯定不知道啥车型，你认真看轮胎能识别出来是啥品牌吗？天气太热，电车都罢工不走道了，大中午的不要开出来，它也怕热呀。电车我就认识特斯拉，因为名字好记。不信你看后备箱有大大的车标，这车主能不能先把旁边的木材和车挪走？全是易燃物，要是火大了不用乱猜，肯定是电车自燃了。专家不说新能源环保吗？你们睁大眼看看吧。电车在充电中又自燃了，突然起火把路人吓一跳，爆炸的冲击波挺吓人。今后你还买电车吗？果然，不管是国产车还是合资车，电车的通病一直没有解决。买电车的最大好处就是省油，请大家不要乱猜测。车主嫌弃空调油腻外，这可是在给空调除菌喷雾。大哥以后消毒把车停到路边好不好？遵守一下交通规则，烟雾太大，能见度太低，小心发生追尾。这大哥别拍视频了，趁着烟雾不大。抓紧给车主打电话灭火吧！哎呦，你看，把这车热的都快烧成敞篷车了，也没人来管啊！这小子挺狂啊，让消防员叔叔光天化日之下帮他洗牛奶浴，这车洗得挺干净啊，为什么还火冒三丈了呢？抓紧喷点水给你降温吧！现在看热闹的人真多，动手行动的人太少了。你看黑衣服大哥记录美好生活。估计这是仪表盘有易燃物品吧，还好大哥及时拿来灭火器。咋看这辆车这么像保时捷呢？车主弄的啥特效，真是太帅了！我敢保证这款车肯定做改装了，肯定是精神小伙开的，估计是线路连电自燃了。我想知道后备箱起火是咋回事？难道是有高度久晒爆了？这一年又火了？哪位大神说电车在充电桩充电起火，这个责任怎么划分？一看都烧成铁架子了，全方位冲水，真是不给火苗喘息的机会。关键车还洗干净了，这款车和上一辆一个厂家的吧？长得太像了，不是断轴就是自燃，大家不要大惊小怪，这是厂家搞的广告宣传，想提高一下知名度。降低一下销量，以后都长点心吧。停车尽量离电车远点，宁可贴罚单也不能停一起。这个说国产不行，那个说国产不行，一看连进口车都自燃了。看来这辆电车吃饱了，但是不吃充电桩硬是猛断，这一下给撑爆了，直接火冒三丈。驾驶是起火，要么就是吸烟，要么就是线路问题。车内都是自燃物，没法救，车都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复好吗？这样在国内也算小瑕疵扯吧。于是精品一手车掐指一算，前方着火的肯定是特斯拉吧，只能目送燃烧完毕。特斯拉的厂家也不偏向任何一方，对于自燃起火都是一视同仁，在小区里停着不充电也没行驶，就发生自燃。以后买电车就看自己命运了。这是刹车电池在后备箱吗？大家说说后备箱起火一般都是啥原因？你要去哪儿啊，大兄弟？6月10日，有一位比亚迪仰望 U8 车主差点被激流冲走，这真的是拿命在给仰望 U8 做广告了吧？事发在内蒙古一条湍急的河流当中，这漂浮的100万。根据车主反映，刚开始只是在水边玩，但是车轮陷进去了，无法开出来，索性直接倒车到河里面。这时候危险发生了，由于河水流速太快，仰望 U8 直接被冲走了。这时候可以看出，明显车辆已经不受控制了。能这样玩，真的是胆子太大了。他在岸边的朋友急得直跺脚。还好的是，仰望 U8 密封性不错，直接飘了起来。相信这时候车主一定非常后悔去装那么一下。不过结局还算好，车主冷静之后调转方向，顺流而下，最后在下游被救援车辆及时救起。这明显是把自己的小命当成了儿戏了，估计比亚迪官方也在瑟瑟发抖，这要是没救上来就有的扯皮了。仰望 U8 的漂浮涉水功能只是在应急的时候用一下而已，不能真当救生艇用。
不能当船开的，也不能用于水速大于1米每秒的地方开，只能在死水的地方用，活水的地方那不就是送吗？估计是被广告洗得太厉害了，之前还有车主直接仰望 U8 开到了湘江里面了。这种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行为，最近真的挺多的，估计真出了事，又要开始哇哇叫了。仰望 U8 下水一次最低1.8万起步，就是当你下水的那一刻，1万多大洋就没了。很多人都说仰望 U8 可以下水，但没人告诉你这玩意要收费。仰望 U8 的浮水模式作为一种紧急救援模式，一般情况下是用不上的。如果你像视频车一样，动不动就开到水里去溜达，那么上岸后就要开去 4S 店检修，一次检修包括底盘、车身等。全部检修，因为下水后可能存在一些极容易腐蚀车身的淤泥，这检修的费用可一点不低，18000起步，你没有听错，18000大洋，所以浮水模式可不是随便就能玩得起的，而且仰望 U8 原地掉头也不是想玩就能玩的，除非你有超能力，因为原地掉头会造成轮胎严重磨损，而仰望 U8 的一条轮胎将近3000，4条就是1万啊，所以这些功能都是用来应急的，不是拿来玩的，更不是拿小命来玩的。国产车越来越离谱了，这是让人文明抢劫吗？直接可以喊话打开车门、打开车窗的。生人在外边用语音就能打开你的车窗吗？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是蔚来 ES8。嗨，当你，我在。打开主驾车窗。好的。就这么就打开了。我们来测试一下后备箱能不能打开。嗨，当你，我在。打开后备箱。请在屏上开关后备箱，注意安全哦。哦，这个还好，这个还好，这个得我手动确定一下，它才能直接打开。我们再来测试一款车，这是极氪001。嗨，伊娃，你说。打开主驾车窗。哎呦，这也能打得开，你看着没？我们再试试这款车能不能打开后备箱。嗨，伊娃，你说。打开后备箱。好的。打开电尾门。我的天哪，这以后还有没有隐私了？随着比亚迪秦 L 越来越多的人直播测试续航，就有车主在直播中遇到了 EV 受限，就是失速问题。有车主发视频称，踩到底了，只有66现在。对，动力受限，动力受限，动力受限了。对，但是他没提醒那个。1.9公里后驶出。对啊，现在是1470。对，1470。不是，现在动力受限了哦，就是65了哦。对，我油门踩到底了哦。那只能去那附近开始转了。注意，这个时候系统还没有提示，只是主播发现动力受限，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失速了。因为他们出发的时候是加69升的油，这次再跑了几公里，是加出来是68点几升，所以证明车里面至少还有0.4升以上的油。他们没有跑趴窝，所以具体油箱里面到底还剩多少油不得而知。这个测试的人员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专业还是不专业啊？根据有一些测试的人员说，动力受限以后还能跑几百公里，证明油箱里面是有油的呀。车辆即将失去动力，请尽快安全停车。所以当动力受限以后，车辆还能跑几百公里，只是低速的情况，电池是没有电，里面还有油，按1.8升来算，跑几百公里，车里面也有10升油，所以这有些情况就是失速啊，只是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你车里还有10升的，10升多的油就是没有电了，那肯定就是失速了。这段直播的片段没有多少人讨论，可能都被最近的永丰事件搞怕了。对于比亚迪这种虚标续航、油耗不清楚、仪表盘还被戏称快乐表的行为，有车主发视频表示，自己因为这些问题开比亚迪都快搞成精神病了。我发现我现在有点心理问题了啊，我得看看心理医生了。我现在这点电呢已经没了，跑到家肯定是不够的。油呢还有479啊，我得先找地儿充个电。我有时间呢，我真的得去看看心理医生。这现在太抠搜了，这已经不是格局的问题了，它现在已经涉及到了一个心理的问题。之前被国内车企发律师函以后，那位维修人员不敢再轻易喷国产车了，现在改喷特斯拉了。他发视频表示，让你买特斯拉你非得买，特斯拉电池坏了换一块要2万，这个电池包里有4块电池，拆开电池包，这就是长续航 Model 3电池包，里边有4个电池模组
23串、25串、25串、23串，总共是96串。就这个模组电压残异常，它坏了，我们拆开修一下，把这个坏的电池模组拆掉。来测一下，特斯拉的电芯电压正常是 3.9 伏，但是这一串电芯电压是 2.1 伏，这一串是 2.2 伏，电压不正常。看一下电池模组这里的连接铝排有短路烧坏的地方，电池的这个采样点跟后面铝排的电位是一样的，电压差是0，是同一个点。但是从电池背面测量是 3.89 伏，说明是上面的电压采样点有问题。把这个连接铝排撬开，找一根铜线穿进去，因为这根铝排跟上面的电压采样点是同电位，所以用铜线把这点引到 BMS 采集板，作为这一串电压的采样点，加点焊锡，让铜线和铝排连接牢靠。把这个铜线从电池背面飞到电池正面，最后到 BMS 采集子板，把铜线直接焊到 BMS 板的采样点上。再测一下，电池电压正常了 3.89 伏，在 BMS 板上的采样点测一下，电压是 3.89 伏 3.9 伏左右，没问题了。把修好的电池模组再装回去。最近在重庆举办的汽车论坛，各位汽车集团的大佬现场撕逼，吵成了一团。现在中国大陆钱太难赚了呀，这2年所有人都共同感受，东西不好卖那就降价，越降价呢还越不好卖，房子降价，车子呢也降价，各个车企的大佬都急了，唇枪舌战，谁也不让着谁。价格战呢是目前汽车市场最热门的话题，来看看这个各个车企的一哥他们怎么说的呀。比亚迪的王总在提及行业竞争的时候就表示了，比亚迪积极的拥抱价格内卷，新能源汽车行业呢已经进入了淘汰赛。2024年到2026年是规模成本、技术的决战。王总啊，这就是摆开成本优势的阵势，开始了价格绞杀。而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红在演讲中表示呢，汽车企业打价格战呢，让利可以，但是让本是不可取的。每一个企业都要保证正常运转，尽企业责任，尽社会责任。曾老板呢，这是从企业和社会责任的立场来表达的。而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的李书福则表示，无穷无尽的内卷，简单粗暴的价格战，结果就是造假售假，不合规的无序竞争。因为良性竞争呢和内卷需要在行业底线之上，在法规法条之内，反之呢则会引起汽车行业的系统性的崩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哈。当然呢，对于消费者眼前的利益来说呢，汽车价格内卷是好事儿，因为很直观的表现就是呢，车价确实越来越便宜。但你仔细琢磨一下，价格战所反映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它反映出的问题其实就3个：产品严重同质化，缺乏创新了，市场空间没有增量，都在抢夺存量，还有就是供应链等级的不断降低，压缩成本嘛。小米雷军在看完北京车展第一感受就是绝望，因为同质化太严重了。目前智能化的口号呢喊得山响，但现在的新能源车有真正的生态系统意义的创新吗？什么是生态系统的创新？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手机呢，从诺基亚到苹果，而现在的新能源车的智能化的水平，不还是在既有的几十年的技术上修修补补吗？你比如说L2辅助驾驶加强一些，就贴上了智驾的标签，7到8年前那些合资车、进口车呢，就有 L2级的车道保持自动跟车了。那现在所谓的智驾有本质上的提升吗？有吗？一个可变阻尼的底盘就冠上了什么云山雾绕的那个名字，完了发布会上大吹特吹，用上智能底盘的话术，但它始终也没能超越几十年前博世所实现那种可变阻尼的那个技术吧，对不对？实实在在的说啊，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远远未实现车企宣传的那种颠覆碾压，甚至连严格意义上的迭代都算不上。现在说什么那个智能座舱算了吧，网联化的沙发、电视、冰箱而已。你看看啊，目前市占率最高的新能源汽车，不都是一些挂着大油箱的和发动机的插混或者增程吗？墙内沸腾、高潮欢呼呐喊的是什么呢？难道没人意识到吗？我们新能源的汽车正处在一个自我编织的幻梦泡影当中，而无底线的价格战就是刺破泡沫，断送汽车工业未来的毒箭是加速的。再来看一下市场空间，比亚迪秦傲刚上市，目前就已经有了渠道行情给出了3500到5000的优惠。这说明市场需求最大的10万元家用车市场已经饱和，价格战除了压缩供应商和车企的利润之外，已经起不到刺激市场、刺激消费者的作用了。该买的都买了，不感兴趣的或者买不起的也不会买。再看看供应链这边啊，博世中国总裁徐大全表示，因为客户的降价要求太高了，
也使得博士不得不损失一些量。听见了吗？是量。博士的态度很明确，为了确保利润目标，宁愿舍弃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博士希望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成本，努力给主机厂带来更大的降价空间，帮助车企在战斗中获取胜利。但长期来看，这样的状况不应持续太久。他说了呀，人人都不赚钱。如何发展呢？这是徐总的原话。不过呀，我们也不要悲观。如果你再细心一点，看个数据就会发现，那些价格战依然有活得好的整车和零部件的企业，因为呢，他们具有多层的护城河，或者具备核心竞争力，或者轻资产的商业模式。你比如说啊，2024年的刚过去的第一季度，长城汽车营收了428.6亿，同比增长47%，净利润为32.28亿，同比增长1752.55%，增长了17倍，创造了历史同期最佳的财务表现。再看看赛力斯啊、问界、华为第一季度营收是265.61亿，同比增长42.7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2.2亿，较上年同期呢增加了8亿，去年是亏损的，同比增长421.7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8.45亿元，同比增长135.12%，实现扭亏为盈。也就是说，问界华为，也就是说它实现了扭亏为盈。至此呢，以问界为主要业务的赛力斯成为全球第4家能盈利的新能源车企，全球只有4家长城汽车。魏建军在2023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过，汽车行业内呢，干死一个算一个的，不叫高质量发展，要有底线思维、长期思维。汽车早晚要回归本色，通过粉饰业绩来拿资本的收益，这不是汽车行业的初衷。看来呢，坐拥护城河的整车企业，他们不会降价，甚至会有意避开竞争白热化的那种品类，因为这个时候盲目扩大产销啊，不仅是赔点钱的事儿，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目前品牌向上的通道，也失去了去往未来真智能化移动出行时代的入场券。我们说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技术深蹲，战略收缩。就在前2天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行业委员会会长王霞在2024年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致辞了。他说的这句话呀，说的特别好。他说，中国汽车市场下半场以价格战开场，但最终要以技术战和价值战来取胜。我认为呢，这才是说的有点技术含量。